在有了一个想法之后，一瞬间像一台机器一样，全部都动起来。高度统一就是达成前两把那样的效果。是的。第3局 AG 选红，罗伯纳是用过了直接搬 ，AG 用过了盾山也搬掉。马超要拿敖影，敖影搬不搬？不搬吗？搬了关羽。要不要直接拿？可以看一手。来吧，海月湮灭在美梦里。这样的话，其实 AG 得出张飞了。你不能让 TDG 在阿萨罗把这个张飞给拿过来。没人能在喵沈梦溪，张飞肯定要拿。邂逅，让我回忆起重要的事。TDG 感觉这边游走的话，还升个太乙，或者夺锦。对，执行人间的意志。朵利亚应该跑不掉了。想听《天籁之歌》吗？还是要提速。今天 TDG 主打就是一个提速。没有这个福分。放马过来！夏侯撑一下。如果是夏侯的话 ，AG 得搬2个，一个吕布，一个敖影，这2个英雄是不能放的。敖影前面没搬，然后 TDG 没拿，你肯定不能再给了。然后又是一个双前排，然后双前排加海月固定战场，吕布也不能再给。吕布不能放。公孙离搬一些比较灵活的射手。吕布。戈亚，那射手的话，还有一个公共英雄池守约，夏洛特。但其实对抗路英雄还有很多，像达摩啊、白起都行。黄铁也搬掉。芈月哦，他是吃准了 TDG 这边对抗路英雄用的差不多了。而且在红四方可以拿红，对他拿这个芈月的话 ，TDG 这边剩的对抗路英雄确实没什么好跟他对抗，而且也能克制海月的大招。剩的一些英雄什么司空震啊、达摩啊这些英雄都被他克制。对，草原苍撕裂深渊，这个苍是抢的。雷霆所击，无不泯灭。这样我感觉可能游走会直接去对抗路，也有可能直接换。对，就是他不可能让一个司空震跟芈月正常单对玩的。要不要来个孙权，或者守约？我去守约了。给我一个目标，守约自保能力稍微的强一点，而且前面对线也厉害，你狙得准的话，那这样其实救赎他第一波得来中，然后看对方的游走去哪，然后跟着去。这把最好的就是让小麦一个人玩，然后疯狂的去帮轩辕那边。对，芈月选出来，你不能让他一个人玩。你芈月选出来，你不帮他优势。就不如不选，就 TDG 可以换线，你可以不换，然后正常的去帮轩辕，然后再正常的把第2个红给他。对，那这把当你选出来这个阵容的话，你就得保证芈月这边优势能够带起来。对，然后就是看 TDG 一级会不会换线，或者说朵利亚一级帮海月抢完中之后，立马直接过来做一个2v2的协防。但如果是这个阵容啊，如果 TDG 这把能够再吃1分，如果能够大比分赢下来，假如啊，他这把有点让小胖奔着3连 MVP 去的那个意思。对，因为这个阵容其实杨戬是特别容易拿 MVP， 只要他能够打出来，所以 AG 这里必须要把前期稳住。就夺简加海月4级之后那个攻势，特别是杨戬一件套之后，那个画面非常恐怖。就张飞没到4级之前，河道少来，在海月到4级之后的那大概30秒之内 ，AG 这一局的中路其实强度还是 OK 的，它只是2条边线，这2条边线如果处理好的话，是都也能优的。对，它一个芈月，然后守约的话，如果你自己准是没问题的。是的，但如果你处理不好，两边线没有优的话，那又不好讲。就看前面对抗路哪边来的人更多。而且这一把罗伯还是像之前一样，他带的是传送。这就会让他选择性非常多。是的，这个技能确实
是一个而且传送到中后期，如果劣势了之后，或者说在运营兵线的时候有奇效。对，就这个技能是一个在战场上有战术性的技能。对，它可以保兵线，可以在正面5v5对峙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兵溜过去了，直接过去偷。他也可以去处理20分钟那种线之类的。是的，来吧，双方第3局比赛，蓝色方广州 TTG， 红色方成都一昌会。目前蓝色方2比0手握3个赛点，进入比赛。我是D9，我是北岛。来看一下开局换线。哎，等一下，他应该是一起吃第一波，然后再传下去。拂晓。哦，他先看一下，确认一下，对，很稳妥。看你是怎么分线的，对，很稳。哦，你看，然后拿到海月的时候，看见这个意思是要给赫兹多吃一点。渲染应该是想吃第一个兵没吃到，然后被打了一套。好，赫兹这里是单吃的第一波线 EA 哇，还被小雪拿到了，这个伤害卡得很好。朵利亚的一个水波加仓的800多滴血，渲染很难受啊，一局走位躲了。就司空震这个英雄跟守约单玩也是没压力的，只要把狙躲掉1枪就行了，你不要3枪全中。守约一切就是看他自己准不准，对，别人没什么关系。再一个 EA， 就张飞线上能帮的忙有限，他给盾是让你线上对拼换血占优势，但是芈月没有能力去跟仓换血啊，你给他盾，他其实也只能吃线，就是这个英雄那个会被针对的点，只是被动防守。对他不是说因为张飞这个兵，哎，想打断，要打断不让回，浪费时间。那这波兵感觉最少掉一个，还要再来，哎呦，因为你的守约和沈梦溪都漏了。哎，这里忍不了了，给个电，给电，有治疗，还要被打死了。这波确实忍不了，真的忍不了，实在忍不了了。等一下，这波实在是受不了了，被打的。就断一波可以，你断第2波，然后神梦溪直接放线就过来了。对，这波长生主要是放线过来。我这波如果不把这个朵利亚打掉，你还回不去。而且下一波杨戬能够来到正面，你可能就直接被越。真的，刚才如果你不管他的话，他会再断你第3次、第4次。哎，又是个 EA， 又抢了一个。激情。法典相地消耗一波，渲染应该马上能到4了，刚到4级。上路又被点掉了一半，他就是一直对着线不吃，你想过来吃兵就打你，就直接消耗。哎呦，直接动手一套带走，应该没了。这个是必死的，前面伤害太高了，这个闪就没必要交了，没必要交了吧？你哪怕在幻境里不死，出来应该也是必死。我觉得就没有哪怕这个选项，这个血量在里面一定会死。在上半图，哦，但是朵利亚又被逮到，啊，也正常，猫吃鱼嘛，也是食物链的正常克制关系，对，克制关系。这神梦溪已经逮了朵利亚2次了，主要这波守约阵亡了呀，还亏了一整波线。而且这个海月有点肥。这波赫茨很细节，他是在趁着对方中野府抢线的时候，直接放了一波线，来到下路闪现大招，没给小麦这边反应的机会。而小麦主要是他自己这个闪交完之后呢，后面还要再当心一点。他这1分多钟很危险，对，这个闪真不如不交，已经是必死之局了。是的。海月，我的妈！冲到野区里把芈月拉走了。韩这里又在挨打，这朵利亚好可怜，但上去不够，夏侯惇单吃2响，然后给了一口治疗，一身保住自己，但野区的位置，赫茨这里就没办法了。其实第一只想进野区去接赫茨，他发现接不着，在野区被中意的夏侯粘住，粘的没法动弹。如果再要往里硬接的话，朵利亚要被打死。前面应该是有人逼出了渲染的大招，然后才让赫茨这波把渲染给拉了进去。对，这波 TTG 是觉得能进去接，但是被夏侯卡的太死了，卡的进不去。朵利亚残了，然后小胖这边也被逼出了法定象地，第一条暴君被 A 级收下。这波对这样是机会，中医的车马上好，上来，小胖晕2个，找到后排接司空震，大招能行吗？跟上去，萝卜收掉长生，夏侯一个反锁，再晕一下，又找朵利亚，直接拆火不够啊！侧面中医的位置有点被卡住了，但是血量比较够，杨戬进来往前走到后面一下，反身再锁到杨戬过来，又是几段伤害盖进去，中医有点扛不住，又被打。等会儿啊，张飞这血量，再等下个狗还好。哎呦，闪现拉大招好了，不是等下个狗，是等海月啊，死了。
这波小胖太帅了，他是先狗过去晕2个，然后再之后直接一个走位走到了后面，刷出了第2个大招，再4个人直接激活中 E。这波本来是 AG 优势的，单挑闪现进草丛，有个加速，中 E 渲染有红 buff，面上差一下，距离短了一点，距离短了一点啊哇这下很！刺激啊！本来是渲染的优势，哎，差一下，跟上，这没办法，打到这个位置了就肯定走不了。就第一波已经两边都在拼细节就。这里的话，要么渲染把小雪杀了，要么就是被包掉。对，这没办法，在那个位置的话，小雪那里差一点反杀。主要本来渲染是想往上面走的，萝卜这边是传送到了兵线后边，对你走不了，只能往河道走。发现河道这边还有个赫茨，所以说就是那位置如果没收掉，自己就走不了。对，3面夹击，哦，等一下，有大招的死不掉，这波大招还不用交。就是没有稳定的留人的技能。主要前面那波本来是 AG 要反扑的局面，就是拿完暴君留了个逞，要去反红的，然后一波又被 TDG 给打回来了。萝卜跟小胖刚才的2个切入位啊，配合太完美了， 4900了吗？杨戬，下回就有3700。而且还没有大招的，追上去3段，接个被动单杀电了一下，长生这里闪现还被再打了出来晕芈月，而且小胖手头又被刷了个大招刷了个大，再给3段，张飞出来这个大招是必要交的，看能不能走。出来原地喷大招，还好是猴的人比较多，但是上路有波线，哦不压了，要反红。太有钱了，对这个问题太有钱了。杨戬这个英雄一旦经济上来，他一套灌进去之后，你没有任何办法反制，反打他又不吃，他最不吃压力之英雄。然后一套技能灌完接个被动，你也没办法。渲染想过来看，直接被点残了，红 buff 也反掉，又想再推。又是6分40秒到高地，下路看到了夏侯惇、沈梦溪，正面最多3个人，直接破中高。中路高地能拆掉吗张？飞没大，拆掉了，反应太快了，第一时间在小地图上面看到2个人露视野，给了个治疗，回了一口。主要是7分钟这个优势，加上阵容的前期的强势度也在这儿。你要拖想翻盘得拖到小麦神装。对，而且 TDG 我们说到了，他在10分钟前领先1000的胜场为100%。这波长生想消耗一下，直接被狗到了。这个时候哪怕交闪也躲不了大招了，已经挂了减速了。现在只要赫茨随便把团开起来，就随便打。他都不是开起来，他会杀人的，他这个经济太高了。幻境里面他4800放在 AG 是1号位，对吧？不是我们不聊 AG 怎么翻，是确实感觉太难翻了。他要翻盘的话，要硬守死守，守到守约，感觉到神装可能才有一主要线是高地掉希望。太早了。对，挡车哎，法天象地，就这波爆发给的很凶，但是杨戬想逼大招确实有容错，这一下必须交大了，不交大很危险。直接被狗死。这个下高也不太好守啊，萝卜在侧面卡位置了，对，实在是太崩了。而且这波张飞是没大的，看赫茨要不要拉一个，不着急啊。没能够炸到后排的血量。哦，想推上高，把你人逼到下路去。萝卜已经在点了，点掉了，差一下，摊到了极限啊！，对，随便下一波再来 A 一下就掉了。哦，红区还要反，哦，红区卡死，关键还没到10分钟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队伍他在顺风的时候滚雪球的能力，你怎么样把每波线以及每波野区的时间利用到极致但？不是说猛，对现，在会觉得对于 AG，如果你站在 AG 的视角去看这局比赛，会觉得时间好漫长。他们还要应对一条小暴君的时间，可能还有一条小猪仔，然后才要去打10分钟的龙团。我天哪！的胜利。按照这个局面 ，TDG 10分钟就可以直接双龙了。这个蓝也要不了，你终于啊城也交了，如果再守的话，TDG 要开了，守不了的，因为刚才交城打人了。还要再压。上路这个高地肯定要放的。萝卜一个人打出渲染大招，韩这边给个星拳再回一口。
应该是回头拿龙了。TDG 不会浪，这波应该是双龙。对。然后小雪9分50秒3件套。加上海月的装备现在又非常好，大家如果等一下看经济面板，看到海月马上也要3件套。他这个10分钟这个装备的海月，等会儿带一个暴君 buff， 他真的是逮谁拉谁。而且 TDG 做得好的一点是，他没有说10分钟刷新的时候立马就直接过去 run， 实际上海月这边占蓝区，司空镇占红区，确保你稳定不过来之后，我再选择让杨戬和苍慢慢把这条主再给 run 了。他只是激进，对，但是他不露破绽，正面直接留人打一套，张飞拉走，张飞要被逼大招了。正面的话，芈月完全顶不住，直接被打掉30秒的复活时间。看另一边侧面包过来的萝卜卡在了侧面，中医过来想找小雪，但是有点粘不住，守约只能甩一狙，但这一狙的话实在是没什么伤害。再跟过去夏侯惇给个治疗，幽影袖剑，想打小雪实在够不到，突然成长60%之后，紧跟而上一套打掉，走位躲狙，剩沈梦溪跟百里守约2个人，我们确实想象不到这波他们该怎么守。保护兵线，大招直接进去，把人卡在泉水当中。随着超级兵线的水晶一波拆到3比0，我们恭喜广州 TDG 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也完成这赛季对于成都演唱会的双杀。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大胜，赢下这一场也确定 AG 将锁定季后赛的败者组。这个 TDG 在场上展现出的10分钟前的这种侵略性，是让人所惊叹的，但更让人所觉得惊叹的点是，他们在保持如此强的进攻性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给到任何的破绽跟失误，而是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把每一个点都做到极限，没有说一丝的纰漏，或者说大意，或者说莽撞，其实全部都没有。这种进攻强度，确实是作为对手来讲很窒息，会疲于奔命，非常窒息，很难防守的进攻节奏。他们已经磨合到了一个几乎是最好的状态，炉火纯青地步了。特别多的4个字叫做化学反应。今天的 AG 输的不冤的，这个进攻强度其实换谁在对面他都不好顶，真的不太好顶。这3局下来几乎就没什么失误，像刚才那唯一一波也去掉点，甚至是 AG 卡住了那个口子，硬生生把朵利亚跟杨戬卡走，造了一波海月的失误，那种都是不是非受迫性的。就今天如果您是 TDG 的粉丝，您值得开心，因为这3局看起来的话，他们毫无破绽可言，进攻跟场上的配合几乎拉满。如果是 AG 的话，那没有办法，这场比赛确实是在10分钟前的对抗上碰撞不过，只能在后续继续去调整自己了。因为现在他们也一直还在连败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找到一个相对契合的方案，能够去兼顾现在与以后。因为现在这个状态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对于选手的状态我感觉也不是这么特别好的事情，会造成一些影响。实在是压力太大，本来就是一个所有队伍都已经对他们研究了无数次的队伍，大家都了解他们的一个长处跟短板，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样去延续后续的比赛，让我们期待吧。时间交给现场。好了，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白乐，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小胖，我们先请小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 TDG 小胖。欢迎小胖，首先也恭喜你们今天大比分拿到了今天比赛的胜利，表现也非常非常出色，局内拿到了很多的 MVP， 打起来感觉怎么样？对自己跟队伍的表现是否满意？小胖？还有很多不足吧，慢慢来吧。非常非常谦虚啊！今天在局内打的节奏真的超级快，特别是第2局，当时6分钟就已经推到了水晶面前。今天局内为什么会有这么顺畅、这么快的这个进攻节奏？赛前大家是怎么布置的？感觉就是拿到优势以后，然后我们的阵容就是选的算是那种推塔比较厉害的吧，所以推的比较快。好，那其实我也向你取经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局内拿到了优势，那终结比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小胖觉得怎么去在局内保持这种优势下的压制，就是怎么去滚好这个雪球？主要靠4个队友，说实话，4个队友猛，那个跟着就随便那个丢点技能就赢了。只是因为队友非常厉害，大家都很棒。那包括今天第1局啊，在局内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奏的置换。当然10分钟不是没有拿到那个10分钟的龙嘛，但是去上路做了一波高地的置换，而且随后还赢下了后续的团战。当时大家是怎么决策跟沟通的？当时嘛，就感觉那个，就我们不是先掉点了一个嘛，然后4打5肯定不好打，那就换个龙，然后正好上路有兵线吧，就突发奇想了一下。也是局内的反应真的非常非常快。那因为马上就要来到你们在第3轮 S 组的最后一场的收官战，后面就是季后赛了。小胖，你觉得队伍现在有没有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最后一场的收官战和季后赛呢？
感觉我们的状态还没有到最好吧，还可以进步。还可以进步。OK， 那也感谢小胖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衷心祝愿你们在最后一场双分赛能够表现出色。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还可以进步啊！小胖也是积极表达的。小胖确实是人气很高的选手，他到这个全国巡打的各个地方，大家主持人都很爱他，都很想采访到他。但是对他来讲，确实是这段时间他很期待的是能不能保持这个巅峰的状态，因为他觉得也有点找回当时的自己了。同时，他也很希望自己的各位队友朋友们，然后也有更多展示的机会。在舞台上你会发现，大家每个人的进步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现在化学反应好，然后气氛好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大家每个人是想着彼此的。对的，就是他们这个团队的话，能看得出来，他们磨合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第一轮大家还没有觉得 TTG 打得有多好，但到了第二轮，真的整个队伍就质变了。因为就是在这2轮之间啊，他们这个磨合速度很快的。怎么说？诺言，你看到小胖，敬爱小胖的对的。好，那现场采访又准备就绪了，好，把时间交给白乐。好了，欢迎来到赛后采访。同样，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长生，我们先请长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哈，大家好，我是成都演唱会长生，也欢迎长生啊。今天也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其实，在局内今天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节奏了，包括当时第一局，其实刚刚也跟小胖聊了一下，当时因为在10分钟的时候，你们是拿到了对手的一个吊点，然后去击杀了那条黑暗暴君，但是在后续的节奏上好像不是特别的理想。当时局内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其实就是他抽高地是有点没办法了，因为管不住他了，因为我们这边4打4可能打不过对面嘛，就最好的就是5打4打完后回去守一波兵线，不让他换主宰吧。可能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现在最近的大家确实非常非常担心你们。我们知道确实会有很多队伍在磨合期的时候会出现训练赛跟比赛，就是说比赛打不出最好的状态。长生会觉得大家比赛和训练赛会有割裂感吗？最近大家训练赛表现怎么样？可能训练赛节奏跟比赛不太一样吧，因为比赛可能双方都会更加严谨一点嘛，训练赛可能莫名其妙就干起来了嘛。了解，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在寻找机会。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非常努力的寻求我们新阵容的首胜的这个曙光。长生会觉得我们目前队伍以当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最大的进步空间或者说最核心的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在哪里？我觉得主要是，第一个是对抗问题吧，就是我们对抗细节比较差，就是可能会，就是在中期的摩擦上莫名其妙就输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身的问题吧，我觉得需要更好的把队伍给拖起来吧，因为，其实一诺走之后。没有人指挥，就只能我自己去了嘛。就其实，我希望自己后面比赛可以，更好的把团队给盘活起来。了解了，其实聊的真的非常的深入，也非常的多，也感谢长生的分享。希望你们后面这个能够好好调整，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去把它做好的。那其实最后一个呢，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也有两面性，会有积极，可能会有消极。那因为现在我们也非常遗憾的在组别上锁定到了败者组，这个对你们会有影响吗？我觉得是败者组的话，我们就从败者组杀回去吧。感谢长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长生的分享。衷心的祝愿成都微商会在后续的比赛里面能够调整好，打一个好成绩出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长生真的是一个很敞亮和真实的人，就是我能听出来，他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我觉得对于长生这名选手来讲，我一直都非常相信他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 AG 比较低迷的一段时光，他是慢慢带着这支队伍，然后由衰转胜的一个选手，所以在他的心里，他需要重新焕发更多的生命力，也希望他自己不要更多的对自己有一些指责，好吧？然后带领这个兄弟们慢慢向前。不管哪些队友可能这个时候暂时不能一起前行，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责任感在他们身上一定能体现出来的。包括你看之前大帅也好，渲染也好，也带队走过一段时间，这次也轮到他们了。我相信他们能够克服难关。但是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也确实会宣布。成都演唱会是落入到了败者组的这个阵营当中。对的，确实这个过程会比较艰难。
因为又要5个人的磨合，完了还要把自己的指挥能力融入进去，对，这个确实会有点。你要知道，长生的个人数据之前一直都非常好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查了他的数据之后，我会发现他的掉点率非常奇怪的有一个攀升。其实这个跟刚才他的这个赛后采访得到的答案是能够吻合的，因为你要开始指挥了之后，你要想办法起节奏，对，有的时候就会自顾不暇。是的，脑子想的，然后手上还是操作，没办法。其实从就是另外一名选手可以举个同样的例子，比如说上海 EDGM 的花卷，就是花卷在指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我们看着很奇怪的走位和操作，那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会非常的艰难。对，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小伙伴也更能理解每个队伍里面大家其实在屏幕外所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看一诺，他也提到了曾经他要负责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手来针对的东西。你看今天的比赛里面，我会发现好像这些针对的东西全部都甩到长生身上。是的呀。前面我想大家都是为了把那个火力瞄准了一诺，对，然后呢为长生就是吸引了大量的那个仇恨值，对。现在确实他要去扛过这个大旗了。是的 ，MVP 来看一下本局的爱哭 MVP 再次改到了小胖杨戬，他现在 MVP 次数已经追到了第3名的一个位置。本赛季的小胖确实太优秀了，现在也已经完成了3连 MVP。跟随小胖，昨天一个3连，今天也一个3连，是。他这把杨戬发挥太好了，那波张飞加那个夏侯惇想进红野区，他直接狗过去，然后2技能甩3个，然后配合司空震把那个猫咪给切了，然后后续还有6人，然后一波自家红区，一波对面红区，这波后续连夏侯惇也没能走掉。是的，没办法，大招一交之后只能被当陀螺抽了。对，主要是张飞也没有办法去接应他了。张飞这波大招也交过了，张飞他自己都不好跑啊。还有第2关，海月出来了，然后就到红区的这波了。红区这波还给的第一视角。他的一技能怎么比别人的一技能远这么多啊？其实也是抓准了，就是想要多摊一下伤害的时候，他丢了一个一技能。然后这波就是双龙的同时正面留人。对，没办法，那 AG 出来看，不出来看就是慢性死亡，出来看还有一线生机。因为出来得拼一波龙，如果说能抢到一条，或者说打赢团还有机会。因为一旦让 TTG 双龙拿到，就是等着兵线过来推了。是的。